俄罗斯选择敏感时间突然进行了反卫星实验，显示肌肉是不是想提醒全世界自己仍然是强大的独立一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0月15日，就在中美首脑电视会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进行了一个直升式的反卫星实验。所谓直升式，就是导弹发射之后就地拔起来以后直奔卫星而去，用不着先进入轨道，在轨道上转圈，逐步靠近目标。这次实验击毁了一颗报废的苏联时代的老卫星。美国的太空监控系统呢，监测到实验之后卫星被击毁之后产生的大小碎片，那么能够跟踪的大碎片1500多个，另外还估计不好跟踪的细微小碎片能有几十万。并且呢，美国人说卫星所在高度和国际空间站高度非常接近，这些碎片的轨道可能和国际空间站的轨道有所冲突，有可能威胁到国际空间站的安全。并且美国还提示中国的空间站也有可能被碎片撞击，要注意安全。而俄罗斯方面呢，16号对外宣布了这次实验的结果，说碎片距离空间站轨道比较远，最小间隔在50公里以上。不过我估计俄罗斯方面一开始也没有个准确的数据，毕竟碎片往哪儿飞不受控。所以我们看到国际空间站里的俄罗斯宇航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进入了俄罗斯的飞船，做好了一旦空间站被撞击，那就逃离空间站逃生的准备。整个过程特别像当年一部电影《地心引力》，只不过呢，《地心引力》电影里边真是把空间站撞毁了。这里边有2个细节需要关注，一个细节是俄罗斯用什么手段击毁了这个老卫星，另一个细节是俄罗斯如何选择试射的时间。从美国的监测结果来看，卫星被打成这个样子，似乎说明俄罗斯的导弹非常准确地直接命中了卫星，那么也似乎证明了俄罗斯已经能够独立研制动能拦截器，而以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独立研制 KKV 的只有2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的反卫星导弹如果确实采用了 KKV 作为战斗部，并且达到了它宣称的700公里最大作战高度，那么它的反卫星反导能力基本上可以追平中美，在太空战领域重新形成3足鼎立的局面。俄罗斯一定很清楚，制天权方面如果跟不上，只能看着自己卫星被击落，人家卫星过来自己没脾气，未来战争中真的有可能被对手降维打击。所以俄罗斯一定会强化自己的能力，并且这次亮相要亮一下肌肉，告诉全世界俄罗斯的军事科技水平正在回升，不是只会吃老本，不是玩不了高科技。另外呢，这次试射选择的时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正好是中美领导人会晤，全世界都在瞪大眼睛集中关注中美首脑会晤的时机。虽然有人说过未来国际社会是以中美俄为首形成的3级世界，但是很显然俄罗斯的地位目前显然不如中美那么受关注。这2天大家因为这个会晤都有意无意的把中国和美国当成了全世界的2极，而俄罗斯这次行动相当于是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出席，提醒所有人俄罗斯还在，你们不要忽视。另外俄罗斯现在呢也要在2023年以前尽可能的多进行这样的实验，展示力量，因为有可能到了2023年禁止太空打卫星做实验的条约也要签订，没有足够的能力，将来没法在谈判桌上对相关的协议讨价还价。目前看来呢，这次实验的效果已经显现。美国有学者已经认为，必须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态度，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有利于国际稳定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激励措施。其中，全球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制定就不能没有俄罗斯参与。通过一次实验说服美国把俄罗斯加入决策机制，这个就叫以实力说话。国际上的发言权怎么来的？从来都不是凭空的。好，关于俄罗斯这次反卫星实验取得的政治成果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